前辈，究竟怎么回事？楚风问道。他已经意识到，这殷明朝与孔氏天族似乎真的有深仇大恨。你不是问我为何会出现在此处吗？这都是孔氏天族逼的。殷明朝说道。随后，殷明朝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风。在1000多年前，那是殷明朝与英雄城风头最盛的时候。那时的英雄城不仅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掌握了一些遗迹。殷明朝率领英雄城一众高手，刚刚从一座遗迹之中出来。当时的他虽然很是疲惫，可因为成功在那遗迹内获得好处，他也很是高兴，心血来潮，殷明朝便要带着自己的众位弟兄去饮酒。碰巧的是，遇到了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的2位族长。2位族长极力邀请殷明朝去孔氏天族做客，还说孔氏天族内有存了万年的好酒。殷明朝与他的弟兄都是爱酒之人，听闻如此好酒，自然心动，再加上盛情难却，便来到了孔氏天族之内。可不曾想，那是一个陷阱。原来孔氏天族有周氏天族，害怕殷明朝继续成长，真的成为百炼凡界的霸主，想在他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之前，便将殷明朝斩杀。当殷明朝知道真相之际，为时已晚，他的兄弟尽数被杀，他也是双拳难敌4手，无奈之下只得选择逃脱。但孔氏天族与周氏天族早有准备，早就封锁了所有逃跑路线。最终，殷明朝逃入了卑阳山脉，但是不幸的是，他触发了杀阵，被卷入了那杀阵之中。杀阵威力极强族已将其抹杀，无奈之下，殷明朝只得使用禁忌之法。这禁忌之法可以避免殷明朝被那杀阵抹杀。这个禁忌之法很厉害，使用之后，殷明朝的身体将会消失。虽然并非是真的消失，但却能够让大多数的阵法都捕捉不到他，任何目光也都看不到他。但既然是禁忌之法，自然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副作用，而这个副作用就是他将再也无法动弹，除非解开禁忌之法，否则他寸步难移。不过好在殷明朝没有一直在杀阵之中，因为那座杀阵的深处竟然有着一道传送阵，所以当殷明朝落入杀阵深处，触碰到那传送阵后，便来到了这里。只是到来到这里后，那副作用彻底爆发，殷明朝便被困在了此处。看来只要能够从杀阵活下来，便可以到达这里。这里的考验还真是有趣。得知殷明朝的经历后，楚风反而明白了孔英义对这里的设计。那些杀阵虽然凶险，可实际上却也是到达这处宫殿的捷径，只要能够活下来，便可以来到此处。但是显然，这么多年来，能够活着到达此处的，唯有这个殷明朝。不过这个殷明朝也够惨，因为使用了禁忌之法，虽然来到了敌人的宝藏所藏之地，但却什么都拿不走，因为他已是无法动弹。按理来说，你那禁忌之法使用后，前辈不仅不能动弹，应该也不能说话，更是无法使用威压。楚风说道。没错，我被困在此处已经足足1000年了，虽然那副作用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弱，可我依然还是没办法离开此处。小子，你想一想，一个人被困在一个地方1000年，没有人陪他说话，就连累了都不能换个姿势，更是没吃没喝，是多么的痛苦。对了，你有没有吃的？酒。对，酒。小子，你有酒吗？忽然，那殷明朝问道。有。楚风将乾坤袋内的一些食物，还有一坛好酒拿了出来。你这小子竟然真的随身带酒，快，递给我，快递给我！看到楚风手中的食物和酒水之后，那殷明朝变得无比激动。尽管楚风无法看到殷明朝，但楚风却能够隐约间感受到殷明朝的目光。此刻殷明朝的目光绝对是发直的，就跟快要而死的老虎看到了一只小绵羊一般。他走到了殷明朝的近前，他并不害怕，因为殷明朝若要对他不利，楚风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前辈，你既不能动，该怎么吃？不会是要晚辈来喂您吧？楚风走到近前后问道。滚蛋！你若是个女子，那喂我还行，你一个大老爷们喂我，本大爷可没这种嗜好。本大爷虽然不能动，可本大爷有修为，本大爷操纵威压便可以自理。果不其然，殷明朝此话响起的同时，一股威压便来到楚风近前，将楚风手中的食物和酒水拖走。你既然可以用威压拿食物，为何还要我递过来？楚风有些不满地说道。本大爷终究还不自由，威压杀人可以，操纵食物还是有些难度，太远了，我怕失误，万一弄洒了我的酒可怎么办？足足1000年啊，1000年没闻到酒香了，这果然是世间最好闻的味道。话罢，只听咕噜咕噜之音不断传来，想必那殷明朝已是开始畅饮起来。来，小子，还有没有酒？来陪大爷我一起喝一口。殷明朝问道。有很多。楚风又取出了上百坛酒。小子，你居然带了这么多酒啊！看到那些酒，殷明朝变得越发的兴奋与激动。出门在外，无论什么都多备着一些好，有备无患吗？楚风笑着说道。说话间，他盘坐而下，打开一坛酒道。前辈，晚辈敬您。好，够爽快。小子，我欣赏你。来，干了。殷明朝高兴极了。尽管楚风看不见殷明朝，但却能够看见殷明朝运用威压操控酒坛来与他碰杯。干！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将手中这一坛酒一饮而尽。爽！殷明朝痛饮一坛酒，却并未尽兴，运用威压，竟直接打开了2坛子酒。而楚风给他的食物，他却没有去食半口。这果然是一个酒鬼，对酒的热爱远超过其他。前辈，说正事吧，你想我留下，应该是希望我能帮到你吧？我该怎么帮你？不妨直说。楚风对那殷明朝说道。他现在看不见殷明朝，但他却知道殷明朝这禁忌之法绝对很是厉害。莫说楚风不能直接带他走，哪怕楚风是一位仙袍界灵师，怕是也难以帮到他。而楚风既然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殷明朝，那么便只有向殷明朝询问，希望殷明朝这个施展禁忌之法的人知道该怎么破解这禁忌之法。今朝有酒今朝醉，急什么？来，小子，再陪本大爷喝一会。只见一坛已经打开的酒向楚风飞来，
原来这英明朝打开2坛酒，其中1坛是为楚风准备的。楚风接过了酒，却没有饮下，而是说道：“不瞒前辈，晚辈不能在此久留。若是有什么我能帮到前辈的，还请前辈直说，晚辈会尽力而为。但若是晚辈真的帮不到前辈，也请前辈放晚辈离开。因为此次来到孔氏天族，不仅我一人，我还有一个兄弟，他现在还在孔氏天族内，而我进入这卑阳山脉的事情，很可能已经暴露了。我怕时间太迟，我那兄弟会有危险。”听得此话，那英明朝也是放下了酒，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实话实说了。我这禁忌之法的副作用很强，1000年了，我也只是恢复了这么点，想要彻底恢复，怕是不知道要多久。而你帮不了我，这百炼凡剑，唯有一个人能帮我。你去找到那个人，告诉他我被困在了此处，他定会来救我，前提是他还在世。”话到此处，英明朝的语气也是变得有些伤感。这也不怪他，毕竟从他的话中之意，楚风听得出来，那个人是现在救他的唯一希望，而且他们2人似乎感情很深。此人是谁？楚风问道。妖灭窟紫薰衣。英明朝说道。此处好找吗？楚风问道。你去打听，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妖灭窟在何处，而只要他还在世，就一定会在妖灭窟内。只不过妖灭窟没那么好走，遍布陷阱机关、远古沙阵。我口传你一条路线，按此路线走，可直达妖灭窟深处。随后英明朝便将那该如何避开妖灭窟内种种机关沙阵的路线口述给了楚风。小子，若能救我出去，我定许你荣华富贵，认你做兄弟，百炼凡界内无人敢再欺你。英明朝对楚风保证道。就算前辈不许这些，我也会尽力而为。楚风说道。为何？英明朝问道。相遇是缘，何况前辈如此信任于我，单凭前辈的这份信任，晚辈也理当为前辈办好这件事。楚风说道。好，真是爽快，就冲你这些话，还有你给我留下的这些酒，就算你不为我办这件事，我也该奖于你。只是可惜我浑身都被禁忌之法束缚，连我身上的宝物都不能给你，但我保证，待我日后解开这束缚，定会给你满意的宝物。英明朝说道。前辈的心意，晚辈心领了。人命关天，我兄弟的安危我不能不顾。若是前辈没有交代，那晚辈这就告辞了。楚风说道。没有什么交代的了，你走吧。对了，千万小心。英明朝道。一定。楚风抱拳施礼，随后便向外行去。但是当楚风回到那长廊的入口处，他却并没有直接离去。怎么不走了？女王大人不解地问道。我很可能已经暴露了，搞不好孔氏天族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我若这样出去，很难走脱，搞不好还会牵连了王强。楚风说道。可事已至此，又能怎么办？女王大人问道。不，也许还有挽救的办法。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布置阵法，很快的一座阵法便被楚风布置而出。那竟是一个小人，准确来说更像是一个灵魂体，他只有半尺高，身体为半透明状，并没有清晰的轮廓，但却有着与楚风极为相近的气息。你是要用这阵法迷惑他们？女王大人恍然大悟，希望有用吧。楚风先是将这阵法小人收在袖中，随后又用隐身避仙阵使得自己化作隐身状态，这才踏了出去。下一刻，在那卑阳山脉之中，先前楚风进入的地方，那座大门又缓缓升起，并且自动打开。很快的，楚风便自那大门之中飞掠而出。出来之后，楚风便将手中的阵法小人丢了出去，光芒闪烁，那小人竟然急速变大，化作了与楚风一般大小。楚风并未停留，而是快速的向卑阳山脉的入口行去。他必须在阵法消失之间回到所居住的殿宇之内。此刻，因为天空深处的雷霆消散，孔月华等人也早就回到了古塔之内。事关孔氏天族传承，孔月华不敢有丝毫怠慢，目光一直凝视着那座能够带给他卑阳山脉讯息的阵法。出现了，他又出现了。忽然之间，孔月华的神色大变，他已经从古塔内的阵法中看到那个闯入者再度出现，只不过这一次闯入者是直接展示出了自己所在的方位。他果然没死，莫非那一象真的是他引起的？他真的已经夺得了始祖大人留给我孔氏天族后人的传承。孔月华越发的紧张起来，然而他却并不知道，此刻他那阵法之内所看到的存在，乃是楚风所布置的阵法小人。至于楚风，虽然也还在卑阳山脉内，可是因为有隐身避仙阵的缘故，这阵法根本就显示不出楚风所在的位置以及楚风具体的气息。当然了，哪怕是有隐身避仙阵，可是这阵法还是会捕捉到楚风。但是这阵法也只是能够显示有闯入者进入卑阳山脉而已，但却不会显示出有几个闯入者。这种情况下，楚风的这个阵法小人就显示出了他的作用。楚风要做的就是瞒天过海，让这个小人取代自己，让所有人觉得这个小人就是他。而真正的他，哪怕离开了卑阳山脉，多半也不会有人察觉，因为这个小人还会在这卑阳山脉之中待上一段时间。与此同时，王强与孔洛曾的争斗还在持续。此刻二人都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可是依旧胜负难分。王强，快认输，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孔洛曾对王强说道。去你妈的，见过不要脸的，还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说的就好像你是在让着我一样，打不过就说打不过，还让我认输，你咋能这么不要脸？王强一大口唾沫吐向了孔洛曾。孔洛曾身形一闪，轻松躲过，而此刻他的双眼竟变得血红。下一刻，他的身体也是散发出血红色的气焰，那血红色的气焰与那雷霆铠甲交织在一处，显得异常的诡异。这个家伙。而这一刻，王强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虽然此刻孔洛曾的修为还是与王强相同，都是2品5祖，可是他的战力只在一瞬间已经提升了许多。若曾他看到这一幕，相比于旁人，孔洛曾的父母则是变得紧张起来。他们知道
孔若曾为了逼出楚风，早就有所准备，而他的准备便是口中藏着一颗禁药。这颗禁药非常珍贵，乃是一件至宝。但禁药终归是禁药，服用之后虽然能在一段时间内提升战力，可事后难免会受反噬之苦。而这颗禁药的反噬之苦可不是开玩笑的。接招，孔若曾动了，手持半成祖兵，携带滔天威势，如远古凶兽一般向王强压迫而去。王强赶忙出招抵挡，可是却被孔若曾轻易解开。眨眼间，孔若曾已经来到了王强近前，手中的半成祖兵对着王强的左肩便刺了过来，鲜血四溢，兵器入体。孔若曾手中的兵器似乎是一根钉子，穿透王强的左肩，将王强狠狠地钉在了冰凉的地上。孔氏天族小辈那红色的气焰不对劲，似乎是动用了禁药啊。虽然孔若曾占据了上风，可是围观的客人们一个个却并不认可。能够在孔氏天族做客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自然也都见多识广，所以他们都看得出来，孔若曾突然战力攀升，多半是服用了禁药，靠禁药来赢对手，未免太丢人了一些。这一刻，莫说外人，就连孔氏天族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都觉得脸上无光。一时之间，各种议论之音响彻不断，多半都是对孔若曾这种行为的鄙夷。然而，对于众人的议论，孔若曾却如同听不见一般，他只看着王强，以一种高傲的语气说道：“认输，认输，我去你妈的！”王强不仅没有认输，反而是一大口唾沫再度自其口中喷出。这一次，孔若曾猝不及防，只是躲过了一半，还有一半口水落在了他的衣服上。我让你不认输！孔若曾说话间，转动手中的兵器，一股强大的武力也是顺着兵器进入王强的身体，肆虐开来。受那武力影响，王强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面露痛苦之色。认输！孔若曾再度说道：“我认你做我孙子，你这个不孝顺的孙子，吃禁药赢你爷爷，你算个屁真本事！就你这两下子，还找你爷爷切磋，你是真不要你那大逼脸了！”王强破口大骂：“我让你嘴硬！”孔若曾猛然挥动手中的半成祖兵，只见血花飞溅，王强的半个臂膀竟硬生生的被他给砍掉了。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吧？就是用禁药取胜，本就胜之不武，竟然还如此咄咄逼人，简直太不像话了。不是说王强小友乃是孔氏天族请来的贵客吗？天下间怎有如此待客的？孔氏天族就不管吗？见此一幕，人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客人们纷纷开口谴责：“若曾，够了！若曾，快给我停手！”就连孔氏天族的人也有不少开口呵斥，但是却没有人出手阻拦。毕竟在场的还有孔顺莲与孔墨鱼两个大人物，那两位没出手，自然轮不到他们出手。都给我闭嘴！小辈切磋，岂轮得到你们多管闲事吗？就在这时，孔墨鱼忽然开口，不仅语气严厉，那针线的威压竟也隐隐而发。一时之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一股寒意入体。莫说孔氏天族本族之人，就连客人也是不敢再多说半句。毕竟那开口可是孔墨鱼，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整个百炼凡界都是赫赫大名的人物。但是孔墨鱼这一开口，却让那些客人的内心非常的不满。孔墨鱼如此身份，不出来主持公道，反而偏袒自家族人，这是摆明着欺负人了。认不认输？再不认输，我就杀了你！孔若曾冷声问道，眼中竟真的涌现出了杀意。他此次来到这里，为的本是对付楚风，正因王强阻拦，才拖延了这么长时间。而与王强交战之时，他又被王强各种羞辱，口舌上斗不过王强的他，心里早就对王强恨之入骨。眼下孔墨与这位太上长老明摆着是为他撑腰了，所以他也是来了胆量。若是王强再不当众认输，他就真的要下杀手了。然而面对孔若曾那满是杀意的威胁，王强竟忽然大笑起来：“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你爷爷若是眨下眼，就是你生的。”王强说道：“好，既然你如此想死，那我便成全了你。”孔若曾说话间，便高举手中的半成祖兵，竟真的要杀王强。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强劲的武力自那殿宇之中横扫而出，一切来得太快，那孔若曾还未反应过来，便被那武力击中，飞出数米之外。孔若曾，你要挑战的是我，何必为难我兄弟？下一刻，一道声音也是随之传来，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楚风身披雷霆铠甲，背带雷霆羽翼，携带着二品五祖的气息，自那殿宇之内走了出来。楚风，是楚风！看到楚风，人群之中竟响起欢呼雀跃的声音，是那些客人们，他们来此为的就是看楚风。如今终于看到了楚风，自然欣喜。二品五祖在使用了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后，楚风的修为乃是二品五祖，这岂不是说楚风的真实修为乃是九品半祖？不是传闻，楚风如今的修为乃是七品半祖吗？怎么这么快就是九品半祖了？难道说他在此处闭关成功了？可是闭关好像还没有多久吧，这么快就连续突破2重修为，天纵奇才，当真是天纵奇才啊！而楚风的修为也是让人们震惊了一次，楚风小友他竟然连续突破2重修为，相比于不明真相的人，孔顺莲可是很清楚，楚风之前的修为的确是7品半祖，所以在这里可以明确的确定，楚风现在这9品半祖的修为是在这段时间内提升的。然而这是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事情，修武之道岂是那么容易参透的？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1重已是令人难以置信，2重简直令人发指。当然他自然不知道，楚风这2重修为还真是拜他孔氏天族的始祖大人所赐。去到月华长老那里询问一下，卑阳山脉内的闯入者是否还在卑阳山脉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孔墨雨却是冷声开口：“遵命。”那位长老不敢怠慢，转身引入虚空，便向那古塔的方向飞去。此一刻，孔顺莲的心中一紧，他知道，若是卑阳山脉的那个闯入者
此刻还在悲央山脉呢也就罢了，若是那个闯入者已经不在了，那便说明楚风就是那个闯入者。今日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楚风。而想到那个传承，再看楚风如今这匪夷所思的修为，孔顺莲的心中也产生了怀疑，心中暗道：楚风小友该不会潜入悲央山脉夺得传承的，真的是你吧？对于孔顺莲心中所想，楚风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此刻楚风的眼中与心中只有一个人，那便是他的兄弟王强。他来到王强近前，先是布置了一座疗伤阵法，将王强覆盖。很快的，王强的血便止住了，就连断臂也是被楚风接上，完好无损，就如同从未被斩断过。只是那血痕还在，依然触目惊心。兄弟，我牵连你了。楚风满脸歉意的看着王强，而王强这是咧嘴一笑，直接站起身来，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就像个没事人一样道：牵连你个大头鬼，你看我也并没有怎么样，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便好。楚风拍了拍王强那之前被击伤的左肩后，便看向了身后的孔若增。只是这一刻，楚风的目光巨变，如果说先前是对兄弟的心疼与歉意，那么此刻他的目光之中便只有一种情绪，冰冷到极致的杀意。楚风，你终于肯出来了。孔若增用那充满怨念的目光看着楚风。孔若增，你一直想与我切磋，今日我便满足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楚风说道。条件？你长得不大，世道不少也罢，你说吧，只要你肯与我切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孔若增不以为然的说道。我与我兄弟王强来此本是做客，作为客人，本当遵循主人，不想招惹是非，但是你实在是咄咄逼人，先前不仅折磨我兄弟王强，竟然还真的想要杀他。既然你这么喜欢动杀念，那我楚风就陪你好好玩玩。今日我楚风愿与你孔若增一战，但我有一个条件，除非我死或者你亡，否则此战不休。楚风目光如炬，声音如雷，而这些话落到人们心中，也是如同惊雷一般炸响开来。不死不亡，此战不休，这是要赌命啊！楚风他竟然要与孔氏天族的小辈赌命，众人皆是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不仅是孔氏天族之人，那些围观的客人也是吃惊不已。切磋和赌命，那可完全是两种性质。虽然先前孔若增的确是过分，楚风见兄弟受辱，心中有怒，想要为兄弟出头倒也能够理解。可这毕竟是孔氏天族的地盘，要在孔氏天族的地盘杀孔氏天族的天才，这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吧？这简直就是未把孔氏天族放在眼中啊！素闻这楚风乃是真性情，心中有念，无所畏惧。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虽然乍一看是胆大妄为，可这种无所畏惧的气概却是常人所没有，而往往具备这种气概者，往往都是可以成就一番作为的大人物啊！这楚风当真不凡，我百炼凡剑很久没出现如此人物了，看来此次来这孔氏天族还真是来对了。而一番震惊之后，那些客人们反而都向楚风投去了敬佩的目光，与此同时，眼中也是涌现出无比的期待。他们来此为的就是看一看楚风的风采，而今日他们就即将目睹到楚风的实力，终于能够得偿所愿。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敢了？楚风见孔若增迟迟不语，不由得逼问起来：你放屁！我堂堂孔氏天族的天才，岂会怕了你？孔若增嘴上虽然强势，可是他额头之上的冷汗却出卖了他。此刻的他的确是有些怕了，只是切磋，他真的不怕楚风，毕竟二人相同血脉，相同修为，本就不相上下，而他又服用了禁药，战力将远超楚风，对自己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楚风既然一开口就要赌命，这则顿时让他没了底气。命啊，人只有一条，若是命没了，那什么都没了。而这孔若增又偏偏是一个怕死之人。若增，我孔氏天族男儿无所畏惧。就在此时，孔墨雨忽然开口了。其实他的意思很是明了，楚风来此时刻，就算真的能够证明楚风就是闯入悲央山脉的人，可他们若是拿不出充足的证据向世人证明的话，也不好直接对楚风出手。但是楚风现在主动提出赌命，他们倒是可以借着孔若增的手直接把楚风除掉。太上长老大人放心，我孔若增绝不会辱没了我孔氏天族的名声。见孔墨雨开口，孔若增顿时又来了底气，于是目光扫向四周，高声呼道：今日众位前辈在场，可以为我与楚风做个见证。我孔若增本想与他简单切磋一番，可他却非要与我赌命，这个条件是他提出的，我只是响应而已。所以等下就算我杀了他，也并非我孔氏天族待客不周到，而是他自己提出的无理要求。孔若增这番话说出后，孔墨雨不由欣慰的点了点头，他看出来孔若增明白了他的话中之意，说这番话就是想让楚风理亏。好一个，并非你孔氏天族待客不周到，那先前你对我兄弟王强的所作所为又怎么算？难道说那就是你所谓的待客周到？原来孔氏天族的待客之道就是这样的。我楚风今日也是尝了见识了。楚风冷笑起来，而对于楚风所言，围观之人虽然没有说话，但却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认可。就连孔氏天族的许多人也都是纷纷低下了头，感觉没眼见人。毕竟先前的一切他们都看到了，谁对谁错他们都心知肚明。别废话，既然要赌命，那现在便来吧。孔若增知道理亏，眼见着说不过楚风，便不再多言，而是直接对楚风出手了。一道斩击横空而过，直接将空气都切割成两半，连天空之上的云朵都被撕裂成两片。那是禁忌武技，虽然只是人境武技，可是威力也是相当不俗。如此距离之下，更是充分发挥出了他的威力。孔若增先出手，可谓是占尽了先机，来得正好。然而面对此等攻击，楚风却是不慌不忙，只见其掌心一翻，岩浆帝君剑便浮现在手，横空一扫，顿时火光萦绕。下一刻，
楚风的一道斩击便与孔若曾的斩击交织在一处，孔若曾的斩击灭，而楚风的斩击不仅还在，并且还有余威。此刻那汹涌的余威正在向孔若曾劈斩而去，厉害！见此一幕，围观的客人纷纷开口叫好，甚至更有人为楚风鼓掌欢呼。因为楚风与孔若曾现在使用的都是人境武技，可是楚风的人境武技却明显技高一筹。孔若曾不甘示弱，他不闪不躲，手中的半程祖兵再度挥动，此击一出，天昏地暗，乌云凝聚，连虚空都被震碎，连大地都在颤抖。得劲武技，孔若曾施展出了极为强劲的劲武技，我就陪你玩玩。然而面对孔若曾的攻势，楚风却丝毫不惧，脚步向前一踏，一掌轰出，刹那间那漆黑的天空明亮，漫天的乌云也是瞬息消散。楚风也是施展出了的劲武技，不仅成功的将孔若曾的劲武技化解，更是用于威压向了孔若曾。该死！这一刻，孔若曾还击已是来不及，无奈之下只能施展出武技，拔空而起，躲避楚风的攻势。想逃？楚风冷然一笑，也是掠上高空。逃？开玩笑，我孔若曾岂会怕你？孔若曾冷笑着反驳。然而就在下一刻，楚风手中的岩浆帝君剑对着孔若曾一指，一条火龙便喷发而出，此火龙长达数百米，挟吞天之势向孔若曾席卷而来。火龙冲天，温度攀升，连虚空都被烧成了火红之色。可恶啊！孔若曾刚说完大话，本想展示自己，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可是眼下却不得不转身逃走，因为那火龙不仅威力极强，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再加上他与楚风的距离还很近，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反击的机会。他若不逃，必然被击中，若是击中，不死也伤。但孔若曾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接下来楚风一直没有给予孔若曾反击的机会，道地劲武技不断施展而出，逼得孔若曾只能在天际之上四处逃窜，狼狈不堪。这一刻，围观之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孔若曾本就是修武天才，否则也不可能与王强大战那么久，而服用过禁药的他，更可谓是同等境之中难寻敌手。然而就是这样的孔若曾，却在短短2个回合之后就被楚风打得落荒而逃，竟没有了还手之力。这楚风又有多强，他们心中已然有数。所以莫说围观之人，就连孔氏天族的许多人对楚风也是刮目相看起来，他们都被楚风的实力所折服了。天才之名，他果然背负得起。人群之中，一些年迈长者用那赞赏的目光看着楚风。太上长老大人，若曾他可是服了禁药的，战力已经达到了2品5祖的极限，这楚风怎么还能如此压制若曾？孔氏天族一位长老对孔顺莲问道。若曾的战力的确已是极限不假，但楚风的战力却并不弱于他，并且楚风有一点是胜过若曾的。孔顺莲道。哪一点？那位长老问道。楚风对武技的理解和掌握非常的精妙，远胜过若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半组强者能够把武技施展到这种地步，正是对武技的理解与掌握超出了常人，所以才得以在施展武技后全面的压制若曾。孔顺莲解释道。这楚风他竟然厉害到了如此地步。听得孔顺莲的话后，其身边的孔氏天族长老也都开始对楚风刮目相看。如果只是战力强横，那多半是天赋作祟，倒也没什么，因为战力强横的人在天级血脉之中有很多，可是能够对武技理解到这种程度，那便不只是天赋，也是悟性的表现。这种人才在天级血脉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确厉害，不然怎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名扬百炼凡剑，甚至夺得凯宏大师的传承？孔顺莲说道。再厉害，若是夺得了我孔氏天族的传承，他今日也要死。忽然一道冰冷的暗中声音传入众人耳中，打破了此刻的气氛，是孔墨雨。此刻孔墨雨看着楚风，那双冷冽的眼眸之中所散发的目光已是越发的寒冷，令人只看着目光便不寒而栗。两位大人。就在这时，虚空微微一颤，一道身影浮现而出。看到这位，孔顺莲以及孔墨雨还有在场的一些长老神色都是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位长老正是先前孔墨雨派出去到古塔那边打探情况的长老，他接下来所说的事情将决定楚风的生死。怎么样，那擅闯者可还在？孔墨雨问道。回两位长老大人。月华大人，他说那擅闯者又出现了，如今还在卑央山脉之中。那位长老说道。听得此话，孔墨雨顿时露出失望的神色，随后问道。你确定？回长老大人，这件事关系重大，晚辈不敢大意。问了月华长老3遍，皆是这个答案。回来前，月华长老还说是他冤枉楚风了，让两位大人一定要稳住局势，并且还楚风一个清白。那位长老说道。听得此话，孔顺莲没有说话，但却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打心眼里，他是不希望楚风与那个擅闯者有什么关联的，而现在心中这块石头终于能够放下了。这下糟了！这一刻，孔墨雨也是目露愁容，他先看了一眼王强，随后又看了一眼楚风，这才看向孔顺莲道。顺莲兄，看来你是对的，真是没有想到啊，孔秋慈那丫头本分分这么多年，居然为了她那不争气的儿子和丈夫撒下了如此弥天大谎。这件事我一定会追究，绝不轻饶。话到此处，孔墨雨扫视了远处孔若曾的父母孔耀与孔秋慈，眼中充斥着怒意，但很快的他又看向孔顺莲，苦笑道。只是事已至此，楚风小友那边还是要你解释一番才好。放心，我知道怎么处理，眼下还是观战吧。孔顺莲笑道，随后便将目光再度投向了天际之上的战圈，这也未免太……而这一看不要紧，这些长老都是神色大变，目露惊容。不过眨眼的功夫，孔若曾已是被楚风逼到了绝境，虽然一直在逃跑，可是孔若曾的身上已经出现了多处被伤痕，有血痕，有烧痕，还有被雷击中的痕迹。最重要的是，那与雷霆交织的血红色气焰
正在渐渐消失，而随着那血红色气焰的消失，孔若增的气息越来越弱。然而楚风的战意却是越来越浓，看来若增的禁药开始失效了。这场比试结局已定，孔氏天族的长老纷纷摇头叹息，今日他们孔氏天族这人真是丢大发了。就在此时，一声惨叫传来，楚风的一道斩击击中了孔若增，眼下的孔若增就如断线的风筝，自天际旋转而落，最终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一时之间，浓烟四起，但头过那浓烟，人们都能看到孔若增的左肩以及左臂都被斩断了，鲜血喷涌，气息变弱，他的脸上挂满了痛苦之色。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落下，竟硬生生地踩在了孔若增的双腿之上，把孔若增的双腿给直接踩断。楚风，我输了，我认输。孔若增强忍着痛楚，开始苦苦求饶，你的却输了，但我可不会放过你。对于孔若增这大难临头时的求饶，楚风面无表情，而是缓缓移动了手中的岩浆帝君剑，那剑竟然对准了孔若增的丹田。父亲，娘亲，救我，救我呀！孔若增见楚风杀意已决，顿时慌了，赶忙向其父母求救。楚风小友，住手，有话好说，万万不可下杀手。孔若增的父母赶忙开口求情，不仅孔若增的父母开口，就连孔氏天族的其他人也是纷纷开口求情。那终归是他孔氏天族的天才，这种天才多少年都培养不出一个，他们自然不希望孔若增就这样死掉。住口！然而就在这时，孔顺莲却是大喝一声道：“生死约已定下，现在求饶是要把我孔氏天族的脸都丢尽吗？”孔顺莲此话一出，孔氏天族的所有人都是闭上了嘴，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孔顺莲的意思，那就是决定让孔若增去死啊！长老大人，别人不敢说话了，可是孔若增的父母却不会放弃，他们无奈之下将目光投向了孔墨雨。孔墨雨是他们救孔若增唯一的希望。闭嘴，还好意思找我出头！孔墨雨怒喝的同时，一股威压横扫而出，竟硬生生的将孔若增的父母轰飞出数百米远。落地之时，纷纷口吐鲜血，竟已是重伤。见此一幕，就更没有人敢再开口求饶了。可就在此时，孔墨雨却是看向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可以杀孔若增，这是他咎由自取，但老夫还是希望你能够手下留情，毕竟这是一条性命。况且你们二人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孔墨雨此话一出，那些为孔若增担心的人倒是松了口气。孔墨雨的意思很明了，他可以惩罚孔若增，甚至是孔若增的父母，但还是希望楚风手下留情。而孔墨雨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存在，是什么人物？他开口后，人们都觉得大局已定，楚风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违背孔墨雨的意愿，多多少少还是会给孔墨雨这个面子的。可是谁曾想，对于孔墨雨的这番话，楚风却是理都不理，就像没听见一样。他的目光依然看着孔若增，并且手中的岩浆帝君剑紧握得越来越紧。忽然间，剑体下落，血花溅起，那孔若增也是发出了如狼嚎般的惨叫。楚风手中的岩浆帝君剑已经刺入了孔若增的身体，虽然还未破坏丹田，但已经刺入了其中。这一幕把围观之人都吓得不轻。孔墨雨都开口了，难道楚风要违背孔墨雨的意愿吗？难道楚风真的要在孔氏天族的地盘把孔氏天族的天才杀死？这也未免太大胆了吧！楚风小友，你是真的非杀他不可吗？孔墨雨眉头一皱，目露不悦之色。这位前辈，你为何不让我杀他？楚风问道。我没有不让你杀他，你若非要杀他，我不会阻拦，只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他还有父母要照顾，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番。很好，您说的很有道理，只是为何先前孔若增要杀我兄弟王强的时候，你不这么说？难道说在您的眼里，我兄弟王强的命就不算命吗？楚风反问道。孔若增哑口无言，无力反驳，可是脸色却是阴沉下来。这一刻，许多围观之人都为楚风暗自捏了一把冷汗。虽然楚风所说的话在理，只是这位可是孔墨雨啊，楚风这样做未免也太让孔墨雨下不来台了。兄弟，算了吧，你若真的杀了这个孔若增，那可就真的完大了。就在此时，王强的声音映入楚风的耳中。楚风回头发现王强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这还是楚风第一次看见王强劝自己不要杀人的。但是王强是什么人，楚风是清楚的，那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是一个敢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主。可王强平日里越是仗义，楚风此刻的杀意便越是坚定。忽然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对王强说道：“兄弟，今日我楚风就是要玩一把大的，否则天下人可就真的觉得咱们兄弟是好欺负的了。”话罢，楚风眼中的杀意忽然闪过，手中的岩浆帝君剑猛然下落，只听扑哧一声，那把半成祖兵便彻底洞穿了孔若增的丹田。很快的，孔若增的气息全无，如同烂泥一般瘫在了地上，他已经死了，被楚风一剑斩杀。这一刻，天地之间沉寂一片。尽管人们早就看出来楚风非要杀这孔若增不可，但是当这孔若增真的被楚风所杀之后，人们还是感到无比的震惊。那可是孔氏天族的天才啊，这里可是孔氏天族之中啊！我要杀了你！忽然一声怒吼在天际炸响，磅礴的武力与浓郁的杀意横扫天际，直奔楚风而来。是孔耀，他是要索取楚风的性命，为他的儿子报仇。然而孔耀还未靠近楚风，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击飞。是孔顺连出的手，这场乱子是你儿子挑起来的，与楚风生死之约也是你儿子亲口应的，当时你们夫妇也都在场，那个时候不说话，现在倒来逞威风，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愿赌服输吗？或者你是觉得你儿子今日的所作所为还不够丢人，你这个父亲的还想再出风头，是准备把我孔氏天族的脸面全都丢光，对不对？这一刻孔耀沉默了。与此同时，孔氏天族的许多人
纷纷上前把孔耀围住，苦口婆心的劝了起来。而孔耀就算再不甘心，但也能搞清眼前的状况，尽管心中很是愤怒，但却也没有再找楚风的麻烦。你们听好了，从今以后，若是谁再敢找楚风与王强的麻烦，我孔顺莲便废了他的修为。孔顺莲用那蕴含着威压的声音说道，威压滚滚，声音阵阵，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他们听得出来孔顺莲是认真的。而孔顺莲的这番话说出后，围观的客人们反而纷纷点头表示赞赏。最起码在这孔氏天族之内，还有一个人肯为楚风撑腰。秋瓷，把若增带回去吧。孔顺莲说道。孔秋瓷此刻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一点点向楚风走近。这一刻，那些客人们心脏又被悬了起来，就连孔顺莲也是紧紧地盯着孔秋瓷。他们都害怕孔秋瓷也想为儿子报仇，在靠近楚风后对楚风出手。然而面对那缓缓行来的孔秋瓷，楚风却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相反，看着孔秋瓷那满是泪痕的脸庞，楚风内心竟有些心疼。这便是母爱。楚风从未真正感受过的母爱，然而孔若增却拥有这种母爱。楚风已经意识到，他破坏了孔若增一家的幸福，恐怕孔若增的父母从今以后心中都有阴影。但是楚风却并不后悔杀了孔若增。拥有家庭，拥有父爱与母爱，绝不是一个人为非作歹的借口。所以面对敌人，楚风才从来不会心慈手软。孔秋瓷终于靠近楚风，围观之人也是屏住了呼吸。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对楚风出手，反而很是愧疚地对楚风深鞠一躬，且说了两个字：抱歉。这两个字一出口，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一愣。楚风明明杀了孔秋瓷的儿子，孔秋瓷明明已经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本该怒意滔天才对，怎么不对楚风出手，反而向楚风道歉呢？然而相比于众人的迷茫，孔顺莲与孔墨雨的目光则是变得复杂起来。旁人不懂为何孔秋瓷会说抱歉，他们两个可懂，不由暗道：秋瓷中举还是秋瓷，本性还是善良的，只是可惜啊。孔秋瓷说完这句，抱起孔若增的遗体，便起身离开了。他知道今日乃是他们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哪怕儿子被杀，也只怪他们自己。当孔秋瓷与孔耀一起把孔若增的遗体带走之后，围观之人也都纷纷散开了。只是想到楚风竟然真的在孔氏天族杀了孔氏天族的天才，人们的内心却是许久难以平静。今日之事注定要传开，而此事传出去，定然会在百炼凡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毕竟在孔氏天族之中，以客人的身份杀孔氏天族的人，这种事几乎还没人做过。而眼下在这殿宇内，便又只剩下了楚风、王强以及孔顺莲三人。前辈，今日之事你也都看到了，虽然前辈待我兄弟不薄，可孔氏天族的其他人却仍旧对我兄弟二人有着很深的敌意。今日来的只是孔若增，若是明日对我们出手的不再是小辈，是我们兄弟二人无法应付的人，我们又当如何？所以前辈，我们兄弟二人着实是不想再在此处逗留。楚风对孔顺莲说道。楚风担忧的倒不是怕杀了孔若增后遭到报复，他觉得孔氏天族还不会傻到因为这件事而在族内对他进行报复，他担心的是卑阳山脉的事情暴露。所以此刻的孔氏天族对于楚风、王强来说，当真是一张虎口。他与王强带在这虎口之中实在危险，楚风自然想要立刻脱身。实不相瞒楚风小友，我孔氏天族发生了一些事情，现在莫说宾客，就连族人也都是不许外出。两位小友要走，我不会阻拦，只是还请多逗留几日，待这件事处理完之后，两位小友再走。孔顺莲说道。既然如此，那便听前辈的。楚风心有无奈，但也只能点了点头。毕竟此刻楚风也是心虚的，他并不知道孔氏天族对于卑阳山脉的事情到底知道了多少，而人家已经这么说了，若他还是要急着走，反而容易暴露自己，所以只能妥协。两位小友，忽然孔顺莲的脸色变得复杂起来，他似是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于是他忽然对着王强和楚风抱了抱拳道：今日之事是老夫对不住你们了。说完这句话，孔顺莲便拔空而起，就此离去了，都没有给予楚风和王强回话的机会啊。其实他有很多话想说，只是他却自觉的没脸说，甚至没有脸面在楚风与王强面前逗留太久。兄弟，看来你是成功了。孔顺莲走后，王强上前说道：是成功了，但还是惹来了一些麻烦。我想我已经暴露了一些，他们也怀疑到了我身上。依我看，这次孔若增挑衅你我，可不再是他自己的意愿，而是孔氏天族的意思。楚风说道。看出来了，不然怎么会那么多大人物在场，都没一个阻拦的呢？不对，孔顺莲长老倒是阻拦了，只不过他却被那个老头给拦住了。其实啊，这个孔顺莲长老还是不错的。王强笑嘻嘻的道，就好像先前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很无所谓一样。是啊，夹在了种族与我们之间，他也这实够为难的了。但是身为孔氏天族之人，能够做到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楚风也是笑道，二人都没有责怪孔顺莲的意思。不过这件事不提，兄弟，你明明可以轻易战胜孔若增，为何不出手，反而被他欺负呢？楚风对王强问道。那个家伙服用禁药了，战力比我强啊。王强说道。他是逆战3品，而你是逆战4品，你为何故意隐藏了1品战力？楚风说道。当王强的修为刚刚提升到1品5组的时候，楚风就已经发现了这件事，只是没有点破而已。原来你都发现了呀，你小子的观察力还真是不简单。王强笑着挠了挠头，我真是不懂你。楚风看着眼前的王强，心中充斥着不解。以王强的战力，别说是孔若增，就算是现在的楚风都不是他对手，可这王强却偏偏不亮出真本事，哪怕被孔若增斩断手臂，甚至要被孔若增杀掉，也不表现出逆战4品的战力，这让楚风无法理解。我说了，我喜欢游戏人生，所以兄弟，
你就不要这么在意这些，你只要知道那孔若曾杀不死我就行了。王强笑嘻嘻地说道。真是拿你没办法。看着这样的王强，楚风颇感无奈，也许这个家伙是故意让你出风头呢。看来他对你是真爱啊，难怪赵红那个魔女都总吃醋呢。就在此时，女王大人坏坏的声音忽然响起。我的女王大人，你可别吓我。听得此话，楚风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想一想，王强对他的好还真是好到了一种极致，与常人不同，因为他是男人，这自然是兄弟之情。可若王强是女的呢，也许这种好就会有些变了味道。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楚风也真是听说过有男人喜欢男人的。看一看此刻王强，明明今日被虐，但还笑得那么开心，楚风心中不免一紧。不过这种疑虑也是很快消散。想一想，平日里王强看见美女那色眯眯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喜欢男人的主。那兄弟，既然他们已经怀疑到了我们头上，那现在我们留在这里岂不是很不安全？要不咱们两个逃吧？王强说道。的确很不安全，但是这样逃肯定逃不掉，所以咱们还要再布一次隐身必先阵了。楚风说道。兄弟，咱们还真是想到一块去了。王强说道。楚风与王强都不想坐以待毙，而眼下能够助他们逃脱的，便唯有隐身必先阵。二人不敢迟疑，当机立断，开始联手布阵。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此刻孔氏天族的族长已经回到了孔氏天族之内，并且已将孔氏天族所有高层召集一处，就连闭关的太上长老也被召出。虽然孔氏天族也不知道族长大人到底有何事，但连闭关的太上长老都被召出，那便意味着此事绝对非同小可，定有大事发生。孔氏天族最恢宏的殿宇内，不仅孔顺莲、孔墨雨在，就连另外2位还在闭关的太上长老也出现于此。至此，孔氏天族内除了孔月华以外的5位太上长老全部聚齐，而在孔氏天族之内的所有5祖巅峰的高手也几乎全部到齐了。他们的目光都凝聚在殿宇内一人的身上，这是一名衣衫整洁、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位虽是老者模样，但却气宇不凡，散发着一股王者之气。最重要的是，他不仅是一位真仙强者，但气息却比孔顺莲与孔墨雨要强横数倍。他乃是一位2品真仙，而此人正是孔氏天族的族长孔继天。族长大人，若是传承真的被夺，那么此事非同小可，老夫愿意请命入卑央山脉，将那闯入者抓回来。孔墨雨对族长说道。不必了，那位闯入者触发杀阵，已经死了。就在此时，孔月华走了进来。月华长老，你说的是真的？孔顺莲问道。是真的，古塔内阵法的变化不会出错，他的确已被杀阵所灭。孔月华说道。若他真的死了，那我始祖大人留给我等的传承岂不是也？真是该死。孔墨雨想到传承可能随着那个闯入者一同消失，便心痛不已。墨雨长老莫要太过悲观，虽然天现异象，但也未必就一定是那个闯入者夺得了传承。那个闯入者既然会被杀阵所杀，说明他的能力也没有那么逆天。始祖大人终归是始祖大人，我们要对他有信心才是。孔月华说道。只是传承中就还是有被夺走的可能啊。孔墨雨仍不放心。族长大人，不管传承到底有没有被人夺走，但卑央山脉被人闯入这件事非同小可，卑央山脉的防守不得不加强了。此事还望族长大人定夺。孔墨雨对族长大人说道。既然那位闯入者已死，此事便先放一段落，日后再说不迟。因为相比于传承被夺，今日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与众位相商。孔氏天族族长说道。他此话一出，在场之人都是神色一变。卑央山脉被外来者闯入，这已经非同小可，现如今居然有比这件事还严重的事情发生，他们怎能不惊？更何况他们的这位族长大人此刻是如此的凝重。族长大人，是什么事啊？有人忧心忡忡地问道。关乎我孔氏天族的存亡。孔氏天族族长一脸凝重地说道。关乎我孔氏天族的存亡。此话一出，众位长老神色大变，甚至有人吓得脸色发青，浑身颤抖。孔氏天族的存亡，这件事当真是够大。诸位可还记得预言大师曾说过，最近100年内百炼凡界会出现一位奇才，这奇才会将我孔氏天族覆灭。孔氏天族族长说道。这件事我们自然记得，可不是说那位奇才乃是那个黎明公子吗？有人说道。黎明公子只是大家的猜测，但预言大师并未能明确的预言出那个人叫做什么。可现在预言大师已经预言出会让我孔氏天族覆灭的人究竟是谁？孔氏天族族长说道。是谁？众位族人一同问道。此人关乎孔氏天族存亡，只要能够确定此人是谁，那么在座的各位一定会不惜一切也要将此人灭掉。楚风。孔氏天族族长说道。楚风。听得这2个字，在场的许多人都是面容一变，但若说最过惊讶的，却要数孔顺莲。族长大人，此事确定吗？楚风小友他对我孔氏天族并没有敌意啊。孔顺莲说道。我此次急着出门，就是预言大师约见于我，他已经预言出来了，会将我孔氏天族覆灭的那个人就是楚风，而预言大师至今为止又何曾预言失败过？孔氏天族族长说道。可是族长大人，楚风小友乃是我孔氏天族请来的贵客啊，真的要杀他吗？现在整个百炼凡界都知道楚风小友在我孔氏天族做客，若是我们杀了他，那世人会如何看待我孔氏天族啊？再者说了，楚风身后也并非没有靠山，当日在八荒万坟岗内的那位老和尚，诸位可还记得？孔顺莲说道。其实当日那位布衣和尚现身为楚风撑腰之时，孔顺莲并未在场，但这件事如今莫说孔氏天族，就连其他3座一等势力也都很清楚，他们都知道楚风的身后有一位布衣老僧做靠山，那是一位真仙强者。其实孔氏天族此次极力邀请楚风，为的也是想与那位真仙拉近关系，
楚风的确是少见的人才，我当初让你去请他，也是真的想要拉拢他。正因如此，今日才召集诸位商议此事。孔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不必商议了。既然确定楚风那对本族有危险，那直接杀了便是。他身后有真仙做后盾，我孔氏天族传承这么久，又何尝少过真仙？而杀了楚风之后，我们也可以给他冠以罪名，比如那个闯入者的身份，我们可以强行安在他的身上。当初英明朝的英雄城，我们都可以将他抹杀打压，让他在1000年之内无人敢再提起。难道如今的楚风会比当初的英明朝更得民心，会比英雄城更强不成？”孔墨雨说道：“是啊，既然预言大师已经预言出楚风会给我孔氏天族带来灾祸，那便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他了。”众人也是纷纷说道：“但是楚风与孔明朝不同，当初的英明朝也有一统天下之心，并且曾放话要灭了我孔氏天族，的确是对我孔氏天族造成了威胁。而现在的楚风对我孔氏天族可并没有恶意啊。再者说，那位布衣老僧只能确定是真仙，还无法确定真正的实力。万一他并非一品真仙呢？”孔顺莲说道：“就算他是2品真仙又如何？我们族长大人难道不是2品真仙吗？再者说，我们还有周氏天族这个联盟，虽然近年来关系不如以往，但真到了存亡关头，周氏天族肯定不会见死不救。别忘了，我们可是绑在一条船上的。”孔墨雨坚决地说道。“墨雨长老所言有理。”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看来大家已经决定了。孔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不必犹豫了，杀了楚风。”众人同声说道。而这一刻，孔顺莲则是心中一紧，赶忙问道：“族长大人，当真要杀？”顺莲长老：“我知道楚风是你请来的，现在要杀楚风，你的立场的确很是为难，但此事事关我族存亡，我也是没有办法。楚风必须杀，身败名裂也要杀，身有背景也要杀，绝不能留。而现在他既然在我族中做客，那便是杀他的最好机会，我们万万不能错过。”孔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属下请命去杀楚风。”族长大人，我这就去杀了楚风。见族长杀意已决，这大殿内顿时响起了无数道欲杀楚风的声音。既然楚风是我请来的，那他的命便由我去结束吧。然而就在这时，孔顺莲的声音却再度响起：“顺莲长老，你要亲自杀那楚风？”听得此话，孔氏天族族长神色一变，他真是没有想到孔顺莲会请命去杀楚风，事关我族存亡，属下万死不辞。孔顺莲说道：“顺莲兄，这件事还是由我去做吧。”孔墨雨说道：“他因为楚风顶撞他，早就怀恨于心，所以他想亲自了结楚风。我有一计，杀了楚风，可避免我孔氏天族不被外人议论。”孔顺莲说道：“何计？”孔氏天族族长问道。其实他今日来此与众族人商量，主要也是担心2件事：一是楚风身后那位布衣老僧，二便是楚风如今乃是孔氏天族客人，若是将楚风直接在族内斩杀，怕是会被人议论。如果孔顺莲真的有能够不被外人议论的方法，那自然是最好。如果放任楚风离去，我们尾随暗中进行追杀的话，怕是会生意外。毕竟楚风是仙袍界灵师，还是凯宏大师传人，也许有些手段是我们所不知晓的。依我看，杀死楚风最好的办法还是在族内。孔顺莲说道。的确如此，众人纷纷点头表示附和。可若在孔氏天族之内杀了楚风，那就必然会受人议论。我的计策很简单，这个锅我来背。孔顺莲道。你来背？你要怎么背？孔月华目露担忧之色。楚风想走，我们便放他走，我可以以送他之名一直在他身旁，然后在途中我将其杀了。孔顺莲说道。你护送他走，那楚风若是死了，我孔氏天族还是难以撇清关系。孔墨雨说道。我可以以我个人名义背负杀他之罪名。孔顺莲说道。万万不可，若是这样，你将遭受那布衣老僧追杀，我孔氏天族也无法容你，你这一生英名都毁了。孔月华说道。我的一生与孔氏天族的前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孔顺莲说道。顺莲兄，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先将楚风和王强带出去，对吧？可谁能保证你将他们带出孔氏天族后不将他们放走？孔墨雨冷笑道。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将楚风与王强在孔氏天族内斩杀，必须让我孔氏天族背上不仁不义之名。孔顺莲反问道。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并不相信你，毕竟你在此之前你就多次维护那楚风，哪怕若曾被楚风杀的时候，你都没有帮若曾说话，而是向着那楚风。孔墨雨冷声说道。我相信你。然而就在这时，孔氏天族族长却是突然开口。族长大人。孔墨雨神色大变，然而他还想开口，可孔墨雨话未说完，孔氏天族族长便扫视众人，问道：牺牲自己成全种族，这种事情你们谁做得到？这一刻所有人都沉默了，包括那孔墨雨。他们都知道，若是真的独自背负了杀害楚风与王强的骂名，会是怎样的下场。莫说那神秘的布衣老僧，也许百炼凡界许多正义人士也会追杀他们。死是唯一的出路，但这还不算神秘，最重要的将身败名裂，影响子孙后辈，他们都不想背负这种骂名。所以就如族长所言，他们的确是做不到。只是顺莲长老，你真的要这么做吗？这也未免太委屈你了。孔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顺莲老命一条，本来也活不了多久了，这一生并未为我族做过什么，若是能在生前做一件大事，也算了，去了老夫一件心愿。孔顺莲说道。既然如此，那顺莲长老，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孔氏天族族长问道。此事关系重大，宜早不宜晚，今日我就放楚风走，途中便杀了他。孔顺莲说道。那此事便有劳顺莲长老了，日后就算表面上你不再是我孔氏天族的人，但是暗地里我孔氏天族还会守护于你。孔氏天族族长说道。不，
此事定下，无需守护，无论明里还是暗里，我都不再是孔氏天族的人。说完这话，孔顺莲便直接走出了大殿，向楚风与王强所在的殿宇行去。此刻的楚风与王强本正在专心布置隐身避仙阵，可孔顺莲忽然拜访，二人不得不将那阵法隐藏，出门接待孔顺莲。孔顺莲进入客厅后，凝重地观望四方，确定殿宇外无人监视后，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与王强的身前。前辈，您这是做什么？楚风与王强一脸惊讶。楚风小友，王强小友，老夫无能。孔顺莲满面歉意地说道。楚风与王强面面相窥，随后一同问道：前辈，究竟发生何事？孔顺莲竟也并未隐瞒，而是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楚风与王强，包括预言大师的预言、孔氏天族的决定，以及他向孔氏天族说他要亲自杀楚风与王强。但还有一件事是孔氏天族不知道的，孔顺莲并未打算真的杀掉楚风与王强，而是想借此机会将楚风与王强安全带离孔氏天族，护送他们离开。岂有此理！竟然只因为一个狗屁预言师的预言就要杀掉我兄弟二人，真是荒唐！王强气愤不已，的确荒唐，但看来孔氏天族心意已决。相比于王强，楚风倒是冷静了不少，所以你们现在就离开孔氏天族，然后我会护送你们离开。孔顺莲说道。可前辈您若这样做，便是与孔氏天族为敌了。楚风说道。这一刻，孔顺莲笑了，他笑得意味深长。一个不仁不义的种族，我早就想与其撇开关系了，只是念着一些先辈的内情，我才一直于心不忍。但楚风小友，王强小友，我看得出来，你们绝非滥杀无辜之辈，也绝非大奸大恶之徒，而你们两个又是我带来的，是我将你们带入了这个虎穴，也理当我护送你们离开，否则老夫心中难安。好了，不必再犹豫了，事情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去将你们二人要离开孔氏天族的消息传出去，然后我便护送你们离开。孔顺莲说完此话，便走了出去。兄弟，我们能信得过这个老家伙吗？他让我们大张旗鼓的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兄弟两个离开孔氏天族，但他若在途中对我们兄弟二人下手怎么办？我们若是在孔氏天族内死，那孔氏天族还会背负骂名；若是在孔氏天族之外死，那可就与孔氏天族无关了呀。王强对楚风说道。他并不相信孔顺莲，你所担心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可这整个孔氏天族，我们如今还能相信的，除了孔顺莲还有谁呢？我们选择相信他，起码还有一定的可能，他是会真的护送我们离开。我们若是不相信他，就如他所言，孔氏天族会不顾一切也要杀了我们，那我们可就真的要死在此处了。楚风说道。那你的意思是按他说的做？王强问道。是吧？若他真的值得依靠，我们自然可以安全逃脱，他的这份恩情我们自然也会记下。可是他若真的另有盘算，想在途中除掉我们，那我们也不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他们宰割。话到此处，楚风将邪神剑取了出来，握在了手中，而这一刻，邪神剑就仿佛知晓了一切一般，竟然微微颤动，一重又一重强大的气息顺着楚风的手掌传递给了楚风，就如同在告诉楚风，他已经做好了杀戮的准备。在孔顺莲有意的宣传下，楚风与王强要离开孔氏天族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对于这件事，守在孔氏天族之外的人还不清楚，但是在孔氏天族内做客的人却都能够想到原因。在他们看来，楚风与王强本是孔氏天族贵宾中的贵宾，然而却被孔若增那般挑衅，可谓并没有收到贵宾的待遇。换作是谁，心中都会有气，多半都不会在此继续久留。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楚风与王强要走，乃是因为大难临头，孔氏天族欲杀楚风与王强，而选择离开，便是楚风、王强逃脱的唯一出路，并且他们还不能声张，必须隐瞒孔氏天族要杀他们的事实。若是声张的话，孔氏天族会不顾一切，直接就当着众人的面动手。当这件事传开后，楚风与王强便当着众人的面离开了孔氏天族。孔顺莲以不想外人打扰楚风为由，护送楚风二人离开。真仙强者带着楚风离开，一瞬间便消失。那些想要与楚风攀关系的客人们也都没有了机会，一个个的都准备带着那失望的心情离开此处。然而就在人们准备离开之时，一道暗中传音却传入了那些外来宾客的耳中：诸位不要急着散去，你们先假装离开，然后向东南方向行去，在那里你们不仅能够看到楚风与王强两位小友，并且你们还能看见孔氏天族的真面目。这个声音一经响起，所有听到传音的人都是神色一变，有些人更是准备开口去问究竟是何人传音。然而在下一刻，那声音再度映入众人耳帘：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声张，否则你们什么都看不到，甚至会危及性命。对于这种话，有人以为恶作剧，虽未声张，可也根本不信，直接选择离开。但却有不少人还是相信了，毕竟在这里等楚风都等了这么久了，如今选择离开，那便是真的一无所获。但若是听那传音之人的话，向东南行去，起码还有一些机会，所以他们都想试一试。此刻，孔顺莲带着楚风与王强正在快速的向东南方向行去，真仙的速度太快了，眨眼间竟已离开了孔氏天族的势力范围之内。可是忽然间，孔顺莲却停了下来，他用冷冽的目光盯着身后那空无一人的天空道：为何一直跟着我？孔顺莲此话一出，楚风与王强皆是心中一惊，楚风手中的邪神剑也是不由握紧，他们都察觉到了情况不对。果不其然，孔顺莲话音落下之后，那本空无一人的虚空便微微颤动，很快的三道老者的身影浮现而出。这三位皆是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与孔顺莲一样都是真仙强者，其中两位是刚刚出关的，而为首的一位乃是孔墨雨。顺莲兄，此刻不动手还待何时？孔墨雨对孔顺莲说道：我说过会动手就一定会动手，你为何要尾随我？
莫非是信不过我？孔顺连冷声问道。此刻他的眼中涌动着浓烈的怒意，并非信不过你，只是楚风的生死关系到我族存亡，不得不慎重对待。孔墨雨淡淡一笑道：动手吧，杀了他，一切就都结束了。我去你妈的！我兄弟的生死关系到你们的存亡，你以为我兄弟是你们祖宗啊？王强破口大骂，大言不惭。孔墨雨剑眉一动，风未起，云未涌，天地间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感受不到一丝武力。可是在这一瞬间，楚风与王强却都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杀意自四面八方袭来，那杀意太强，就仿佛下一个瞬间他们就要尸骨无存，葬身此的。然而就在这时，只见站在楚风与王强身前的孔顺连手臂一扬，那股杀意便瞬息消失。孔墨雨，你这是什么意思？孔顺连冷声问道。这一刻，楚风与王强都明白了，先前那股恐怖的杀意并非空穴来风，是孔墨雨做的。孔墨雨连动都未动，可却散发出了那样恐怖的力量，并且天地间一丝变化都未引起。幸亏有孔顺连在，否则恐怕楚风与王强现在就已经死在了孔墨雨的手中。于是楚风手中的邪神剑握得更紧了，甚至他不确定自己这把邪神剑是否真的能与真仙抗衡，毕竟真仙可是超脱了人类极限的存在，仙之名绝非虚传，的确太强了。我什么意思？我还要问你什么意思？你不杀他们也就算了，竟然还阻拦我杀他们，你果然是要护送他们离开，而并非是要替我族除害。孔墨雨愤怒地说道。顺连兄，种族安危大于一切，你还是快点解决他们两个吧，否则休怪我们不念旧情，对你不客气了。顺连兄，好自为之。另外2名太上长老也是纷纷开口。这一刻，原本愤怒的孔顺连嘴角上竟忽然扬起一抹笑意，眼中的怒意也是随之而去。忽然之间，孔顺连手腕一转，一把银色的长枪竟然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那把长枪一经出现，顿时风云变化，电闪雷鸣，仿佛这个世界都被他所操纵。那是祖兵，一件真正的祖兵，而这件祖兵在孔顺连的手中，更是把他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他们2个是我请来的，我曾发誓要保他们安宁，你们若非要杀他，那便先杀了我吧。孔顺连说道。果然，你是要叛族？此刻，孔墨雨的眼中涌现出了浓浓的杀意。下一刻，孔墨雨与那另外2位太上长老的手中都是多出了一件祖兵。一时之间，这方天地被4道真仙的气息所控，狂风大作，暴雨突降，就连大地也是猛烈颤动，就连虚空也是出现了碎裂的痕迹，仿佛下一刻这方天地就会沦为地狱一般。顺连兄，你可要想好，叛族乃是大罪，我等有权将你即刻处决。其中一位太上长老说道。就算死，我今日也要护他2人离开。孔顺连说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很是平静，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做好了决定。而楚风与王强则是心中一动。事到如今，孔顺连的态度他们终于能够确定了。只是想一想，孔顺连居然为了他们2个外人与他的种族翻脸，楚风与王强的内心自然是非常感动。顺连兄，虽然我们同是一品真仙，可你以1敌3，你觉得你能有多少胜算？另外一位太上长老也是讽刺地说道，他的言中之意，这一战孔顺连必败无疑。谁告诉你们他是以1敌3的？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在那孔墨雨3人的身后响起。